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成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记得先点击下方红色订阅按钮，再打开旁边小铃铛，这样每次有新影片，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也帮我按个赞，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谢谢大家，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好，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超级重要的科学突破，那就是2024年的诺贝尔生医奖。不过这不只是一个奖项的故事哦，它其实更像一场精彩的科学探案。主角有一群科学家。他们就像侦探一样，从一条小到你几乎看不见的虫身上，挖掘出了一个足以颠覆我们对生命理解的基本秘密。这是一个关于一本印查版的生命规则书如何被发现的故事。OK， 在我们深入这起科学探案之前，我们必须先了解一下案发现场的既定规则，也就是生物学的中心法则。这个概念，相信大家在高中生物课都学过，对吧？简单来说，它就是基因资讯流动的一条单行道，不能回转也不能逆向。我们的基因蓝图，也就是 DNA， 会先被转录成信使 RNA。你可以把这个 RNA 想象成是从建筑蓝图上影印下来的一张施工指令。然后呢，细胞里的工厂，也就是核糖体，会读取这张指令，把它转译成蛋白质。蛋白质才是真正去执行各种生命功能的建筑材料和工人。几十年来，整个生物学界都认为这就是故事的全貌了。从蓝图到建筑，一条龙服务非常直接明确。当时几乎没有人怀疑过，在这条规则之外还存在其他的可能性。不过这里就有一个超级大的问题了，我们身体里几乎每一个细胞都有一模一样的 DNA 蓝图，对吧？那问题来了，是什么在当这个庞大工程的总指挥？是什么在告诉基因说，嘿，你现在该开工了，或是好了，你这边的任务结束了，该收工了。尤其在一个生物体从受精卵开始发育的过程中，时机就是一切 ，timing is everything。就像盖房子，你总不能先把屋顶盖好才去打地基吧？细胞必须在非常精准的时间点执行非常精准的任务。所以如果说 DNA 是蓝图， RNA 是指令，蛋白质是工人，那到底谁是那个拿着时程表在工地大喊现在给我灌浆的那个工地主任呢？这就是当时生物学界一个巨大而且非常根本的谜团。接下来这点超级重要哦，我们故事的第一条线索并不是出现在什么老鼠啊、猴子这种复杂的生物体上，而是来自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小东西。我们的侦探故事就从一条小小的线虫，它所遇到的时钟问题正式开始。好的，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主角——秀丽隐杆线虫，学名叫做 C. elegans。它真的非常小，大概只有1毫米长，身体是透明的，所以科学家可以直接在显微镜底下观察它体内每一个细胞的一举一动。但它最神奇的地方是，它的发育过程就像时钟一样精准到不可思议。从一颗受精卵发育成成虫，总共会分裂成959个体细胞，不多也不少。而且每一个细胞要分裂几次，会变成什么细胞，在什么时间点发生，这些剧本在每一条虫身上都演得一模一样。这在生物学上叫做不变的细胞谱系。你想想看，这有多棒！你有一个系统，它的每一步操作都写得清清楚楚，而且每次跑起来的结果都完全相同。那是不是代表只要有一点点不对劲，你马上就能发现？没错，这就让线虫成为研究发育时机控制的完美模型。果然，就在这个完美的系统里，科学家发现了2个非常奇怪的突变体，这就是我们案情的2个关键线索。第一种叫做令佛突变体，它的发育时钟好像坏掉了，一直卡在幼虫的第一阶段，不断重复同样的细胞分裂模式，就是长不大。它就像是一个时间被冻结，永远活在过去的虫。另一种呢，叫做令14突变体，它的问题正好完全相反。它直接跳过了幼虫第一阶段，好像有人帮它按了快转键，直接就进入了第2阶段的发育。它像是一个急着长大跳到未来的虫。你看，一个卡在过去，一个跳到未来，这2个完全相反的现象，让科学家 Victor Ambros 和 Gary Ruvkun 意识到这绝对不是巧合，他们可能找到了控制发育时钟的那个关键齿轮。因为一个正常的时钟既不会快转也不会倒带，对吧？这2个极端的错误恰恰就指向了那个控制时间的机制。好了，有了这2个互相矛盾的线索，一场伟大的基因狩猎就此展开。科学家的目标很明确：第一，
他们必须找到造成这两种问题的基因，也就是 Lin4 和 Lin14这两个基因到底在哪里。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他们要搞清楚这两个基因到底是怎么互动的，究竟是谁在控制谁。现在重点来喽，为了解决谁控制谁的问题，他们做了一个逻辑上非常简单，但结果却无比强大的实验。这部分的逻辑可能比较绕，我讲慢一点，大家跟上。他们创造了一只双重突变的线虫，这只虫身上同时没有 Lin4 和 Lin14这两个基因，然后他们就观察这只虫会发生什么事。你可以这样想，如果 Lin4 是一个电灯的开关，而 Lin14是它所控制的灯泡，正常情况下，你按下开关 Lin4， 灯泡 Lin14就会熄灭。但如果今天这个灯泡 Lin14本身就从来没被装上去，那这个开关 Lin4 到底在不在，你按不按根本就没差了，对吧？反正灯泡本来就不会亮。实验结果就是这样。那只同时缺少两个基因的虫表现出来的样子，跟只缺少 Lin14基因，也就是灯泡没装的突变体一模一样。这个结果就非常漂亮地证明了，是 Lin4 这个开关在控制着 Lin14这个灯泡。所以根据刚刚那个漂亮的实验，科学家们就提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假说，在线虫发育的第一阶段 Lin14 这个基因是开启的，它就像那个工地主任，指挥大家执行第一阶段的各种任务。然后呢，时间一到 Lin4 这个基因就被启动了，而 Lin4 的工作非常专一，它就是一个抑制者，它的唯一任务就是去把 Lin14 给关掉。一旦 Lin14 被关掉了，第一阶段的任务就宣告结束，整个发育过程才能顺利地推进到下一个阶段。你看，一个简单的开启、关闭的开关机制，就完美解释了那两种神秘突变体的现象。我们现在回头看这个假说，会觉得很简单明了，对吧？但你得知道，在1980年代，要验证这个假说可是超级困难的。光是要从线虫那茫茫的基因海中找到 Lin4 这个基因的实体 DNA 序列，以当时的技术，一个小团队可能要花上5到6年的时间。这就是所谓的5到6个人年。你想想看，这是什么概念？就意味着一个博士生，他可能整个博士生涯5年6年都在找这一个基因，而且还不一定找得到。这跟我们现在用电脑跑个序列比对，几分钟就有结果，完全是两个世界。这也让我们更加敬佩当时科学家们那种锲而不舍的毅力跟精神。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就在科学家们辛辛苦苦地寻找 Lin4 基因，并且满心预期它会制造一个蛋白质去关闭 Lin14的时候，整个调查却迎来了一个惊天大逆转。他们发现的证据完全颠覆了当时所有人对基因运作方式的理解。根据我们一开始提到的中心法则，基因的功能就是制造蛋白质，对吧？所以 Ambers 的团队理所当然地认为Lin4 这个基因一定会制造一个 Lin4 蛋白质，然后这个蛋白质再去抑制 Lin14。但是他们花了9牛2虎之力，终于找到 Lin4 基因之后，却发现了一个让他们目瞪口呆的事实：这个基因它根本不制造任何蛋白质，它被转录出来的最终产物就只是一小段 RNA 分子。这段 RNA 不会被送去工厂转译成蛋白质，它自己就是那个最终的执行者。这在当时是前所未闻的，它等于是直接挑战了生物学最核心的中心法则。而且你知道这个 RNA 分子有多小吗？答案是只有22个核苷酸，你可以把它想成是只有22个基因字母这么长。这是什么概念？一般的信使 RNA 动辄都是几百几千个字母长，这就像是一整本厚厚的施工蓝图里面决定一个关键步骤的指令，结果竟然不是一整页的详细说明，而是贴在角落的一张只写了22个字母的小小便利贴。这个东西小到当时的科学家们差点就把它当成实验过程中产生的杂讯，是垃圾，然后就给扔了。谁能想到这张小纸条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好了，这个惊人的发现又带来了下一个巨大的谜团。我们都知道，蛋白质有各种复杂的3D 立体结构，可以像钥匙一样去锁住或启动其他的分子，功能非常强大。但是，一小段只有22个字母长的 RNA， 它要怎么去关掉另一个基因的表现？它没有什么复杂的结构啊，它要怎么做到这么精准的调控？这个问题即将为我们揭开一个全新的生物学领域。
接下来的发展真的就是科学最迷人的地方哦。这个为了解决线虫的时钟问题而找到的答案哦，不只破解了眼前的案子，更像是拔出萝卜带出泥，意外地揭露了一个存在于所有动物，也包括我们人类体内一个巨大而且先前完全不为人知的基因调控系统。在1992年，Ambrose 和 Röfken 的团队终于迎来了那个科学史上著名的啊哈时刻 （aha moment）。他们做了一件很简单的事，把那段只有22个字母的 Lin4 RNA 序列拿去跟 Lin14 基因所转录出来的信使 RNA 序列做比对，结果发现它们之间竟然有部分序列是互补的。什么叫互补？就像 DNA 的2条链一样 ，A 会跟 U 配对 ，C 会跟 G 配对。这就表示那段小小的 Lin4 RNA 可以像磁铁一样直接粘到 Lin14 的信使 RNA 上面，它就像一块基因世界的魔鬼毡，直接贴上去，让这个信使 RNA 无法被细胞的工厂读取，进而就阻止了 Lin14 蛋白质的生产。这就是它的作用机制，不是靠一个复杂的蛋白质去抑制，而是用 RNA 直接去抑制 R。这个突破性的发现定义了一种全新的分子类别，科学家后来就称之为微小 RNA， 也就是 microRNA， 简称 mRNA。它的发现等于是在我们熟悉的中心法则，也就是 DNA 到 RNA 到蛋白质这个流程之外，硬生生的增加了一个全新的调控层级。这个层级发生在转录之后，也就是说，就算基因蓝图已经被影印成施工指令信使 RNA 了， mRNA 还是可以像一个品管员一样半路杀出来，决定这张指令最终到底会不会被执行。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基因调控机制。不过，这个发现一开始并没有引起太大的波澜。1993年论文发表之后，很多科学家觉得，这应该只是线虫里面一个很奇怪的特例啦，不一定适用于其他生物。就这样，这个领域沉寂了好几年，直到大概1999年，科学家在线虫里发现了第2个 mRNA， 叫做 Let7。然后，真正的震撼弹在2000年才被引爆。Röfken 的实验室发现，这个 Let7 不只存在于线虫，它的序列和作用机制在果蝇、鱼类，甚至我们人类体内都几乎一模一样。这表示它是一个非常古老而且极度重要的分子。在演化上，保守这个词意义重大。如果一个东西在几亿年的演化中，从虫到人都没有改变，那通常就意味着它太重要了，重要到任何一点改变都可能是致命的。这个发现就像打开了潘朵拉的盒子，从2001年开始，一个全新的基因调控世界就此展开，研究呈现爆炸性的成长。你可以想象当时发现者的兴奋程度。Victor Ambrose 本人后来回忆说，当他在《自然》期刊上看到那篇证实 Let7 在人类中也同样存在的论文时，他的反应就是“我的天哪，哇 ，Holy cow， 哇哦！”这句话完美地传达了那种惊喜跟震撼。你想想看，他们原本以为只是在研究一个小虫的发育问题，结果却意外发现了一个贯穿整个动物演化史，而且此时此刻就在我们自己体内活跃运作的根本性生物机制。好了，讲到这里，你可能会问，所以这个隐藏的 mRNA 世界到底为什么这么重要？它对我们这么复杂的生命体来说，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我们继续看下去，这部分可以说是整个故事的精华所在。简单整理一下哈 ，mRNA 这个隐藏的调控网路，它的功能真的非常多元，就像一把瑞士刀。首先，它就是我们一开始看到的发育开关，在关键时刻决定细胞的命运。再来，它也是个微调旋钮，可以很精准的去控制某个蛋白质的产量，不是完全关掉，而是把它调整到一个最适当的量。它同时也是杂讯缓冲器，可以确保我们的发育过程不会因为一些微小的环境干扰而出错，让系统更稳定。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复杂性的推手，这就有点像你跟别人用的是同一套乐高积木基因，但因为你有了一本更复杂、更精密的组合说明书 mRNA， 所以你就能盖出比别人更宏伟、更复杂的城堡，也就是更复杂的生命体。最后，它还是压力反应器，帮助我们的细胞去应对各种内外在的压力。而这一切也跟我们息息相关的疾病有重大关联。例如，现在很多研究都发现，癌症的发生往往都伴随着 mRNA 调控的失灵。有些 mRNA 扮演着肿瘤抑制因子的角色，一旦它们消失了，癌细胞就可能失控增长。
反过来，也有些 mRNA 会促进癌症，被称为致癌 mRNA。因此，现在有许多新药开发的策略，就是希望能透过调控特定的 mRNA 来作为治疗癌症的新方法。所以，这整件事的重点就是，这不是什么遥远的科学故事。这个由无数 mRNA 组成的巨大隐藏的调控网路，此时此刻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里面，默默地、辛勤地工作着。他们正在调控着我们体内数千个基因的表现，影响着我们从发育、新陈代谢到免疫反应的方方面面。我们可以从这个简单的表格看出这个调控系统的演化趋势。你看在那些保守的会制造蛋白质的基因数量上，线虫和人类其实差不多，大概都是5000个左右。但是在 mRNA 基因的数量上，人类目前已经发现的就超过600种，是线虫的2倍以上。而且科学家预测还有更多尚未被发现。这就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生物的复杂性不只取决于你有多少个基因，也就是零件，更取决于你如何去调控这些基因，也就是你的指挥系统有多复杂。演化师傅选择了扩展这个 mRNA 调控层级，来产生像我们人类这样更复杂的生命体。好，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一个看似简单的线虫时钟问题，最终引导科学家们意外揭开了 mRNA 这个遍布在我们体内的隐藏调控网路，也彻底改写了我们对生命运作的理解。这个发现不仅仅是改写了生物学的教科书，也为我们去理解癌症、心血管疾病等许多人类的重大疾病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可能的治疗方向。而这也留下了一个更迷人的问题：在我们看似已经很了解的细胞内部，究竟还有多少本像 mRNA 这样我们连封面都还没见过的隐藏规则书，正静静地等待着下一位充满好奇心的科学家去翻开它呢？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